大家好，我是邱平，我现在是在一座山上面。这座山可不简单，它有个很好听的名字，叫做花果山，就是《西游记》当中说的花果山。而在山脚下有一个村落，就是叫水帘村。那么说到这里，大家知道了，它肯定是跟《西游记》对照起来了。那么这里就是被称为孙悟空的故乡，孙悟空的老家。可能很多人会说，孙悟空的老家水帘洞不是在山东吗？那都是胡扯的。你包括还出现了一个孙悟空的墓在福建，这个不知道是怎么想的。那么为什么会说这里是孙悟空的老家呢？因为我们知道《西游记》讲述的是唐僧师徒4人去起军的故事，其中唐僧是有原型，说的就是唐朝初年有一个玄奘，他就是我们说的唐僧，他一路去西行。那么孙悟空他又是怎么回事呢？他在历史上也是有原型的，跟唐僧一样，都是属于唐朝时期的人物，也是从长安西行去了我们说的取经，总共差不多40年时间，重新回到了长安。也就是说，20岁出去，60岁回来，被当时的皇帝赐法号悟空。那么《西游记》就是根据他们2个人来进行编撰，来进行演绎，经过修饰改编成一个神话故事。所以大家了解一下，《西游记》不单单是神话故事，有一些可能是真实的，只不过经过修饰。但是所谓的什么花果山在山东，孙悟空的墓在福建，这个就是胡扯了。下面这里就是水帘村，可以看到现在的模样。那么在当年唐僧去西天取经的时候，就路过这个村落。当然，唐僧那个时候最开始是属于偷渡出去的，并不是《西游记》当中演绎的他被李世民封为玉帝，然后官方给他去的。当时唐僧也是混在一个出行的队伍，前方是国道，旁边还有高速。这个地方我感觉跟哪里很相像，特别是河西走廊，2个山夹着中间，高速、铁路、国道都在这条线路上面。这里也是一样的，我一开始都感觉有点像走入到河西走廊的感觉。那么唐僧当年就是从这样一路出行，在这个山上还有很奇特的东西啊。首先，这个下面有很多这种小竹子、小木枝，很多还有弯了，这难道是在测量什么吧？反正看一些资料说，主要是防止这个有没有地质灾害，有没有倾斜。还有一点，你看一下，这个层次感都出来了。中间是不是说我们说建房子或弄什么东西，小石头、大石头，还有那种沙混合在一起，然后凝固了？那这里不知道是多少万年前，就是海水退去之后，可能形成这个样子，非常有意思啊。我们刚才说孙悟空是根据唐朝的悟空禅师来描述的。这个悟空禅师原名叫车凤朝，他是陕西人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地方的人。这个山就是叫做花果山石窟，上面非常多洞穴，估计也是被掏空了。这个悟空禅师的一生经历非常传奇，他是出生于唐朝唐玄宗的时期，也就是说离玄奘法师唐僧隔了差不多100年。他大概是19岁进入到朝廷当官，20岁跟随使团进入西域，是一个外交工作人员一样。但是由于可能是水土不服的关系，在西域得了一场大病，进而看透了世事，于是就出家为僧。后面就一路继续西行，到了我们常说的西天取经一样的地方，在那边整整待了差不多40年。后面重新返回到长安，回来之后，皇帝看到他这种精神很敬佩，于是就给了他一个法号悟空禅师，并且给了他一个寺庙进行译经。最后在长安去世，安葬于陕西泾阳的嵯峨山，那里还有一个悟空禅师塔。当然，这个花果山石窟水帘村就是悟空禅师的故乡。
相当于就是孙悟空的故乡。估计这个花果山石窟就是他当年嬉戏游玩的地方，很有可能以前还在上面睡过觉，因为这个石窟很多时候往往是人们用来生活的，相当于是衙居。现在准备去上面看一看。一进来这里就发现一个大殿，供奉着齐天大圣孙悟空。大家看一看孙悟空长得像谁？在你脑海中首先想到的是哪一个人？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像就感觉有点怪怪的，让人看起来有点不舒服，跟我们平时看《西游记》当中的孙悟空差别很大，大家说是不是？不过我在网上看一些资料，很多地方供奉的孙悟空好像跟眼前这个都有点类似，这个也相当于是在悬崖上开凿的一条道路。这一座山也是石山，不容易。按照资料记载，这个花果山石窟在魏晋南北朝就有了，离现在大概是1500年到1800年。那当年悟空禅师孙悟空可能就会在这条道路上面走上走下。这一座山的石窟非常多，而且是分为好几层的。这些石窟很多就像房间一样，我们眼前这里就是非常大，就是在石山里面掏出的一个洞穴。这个跟我们在湖北看到一些土匪洞、衙居是一样的。反正弄这些洞穴确实是不容易，而且弄得这么平整。在这个洞穴这里发现摆放着师徒4人加上白龙马骑行的样子，孙悟空在打头阵，猪八戒第二，白龙马和唐僧走在一起，最后就是沙和尚背着东西前行。这个就是《西游记》当中他们师徒几人往前行的标配。我们说到孙悟空，就不得不说《西游记》的故事，因为很多人都是通过《西游记》才知道这几个人物的。按照《西游记》中记载的，就是唐僧从长安出发，一路西行去取经，后面在路上收了他们几个徒弟，一路历经艰险，经历了9981难，到达西天取经，从而把经书带回大唐。最后他们几个人算是功成名就。这个是属于《西游记》正常顺序来讲，这个结局算是比较完美。但是大家如果仔细想想，仔细去看看《西游记》倒过来看，那是不是比较恐怖？可能这才是真实的人生。我们就来简单的叙说一下，就是说如来派唐僧师徒4人带上经书还有小白龙去我们说的唐朝传教，但是路途遥远，一路肯定是非常困难，故而在路上就遇到各种妖怪，有天上飞的、地下跑的、水里游的都有。但是这些妖怪普遍呢分成2种，一种就是有背景的，一种就是没有背景的。当时他们也发现，打来打去，那些很多妖怪有背景有后台的，无论怎么作恶都不会受到惩罚，而没有背景的那可能就没人管，就被打死了。你像比较熟知的孙悟空3打白骨精就是个例子。那么他们师徒几人，其中八戒和沙和尚觉得太黑暗了，因为很多妖怪有背景，欺负了他们还不会得到惩罚，可能回去了还能继续享受荣华富贵，所以他们觉得受不了。一个呢就躲进了高老庄，就是猪八戒。那沙和尚呢就跑进了流沙河，但是因为要取经嘛，还是一直要继续前行。那孙悟空就一直坚持正义，因为他可能说坚守本心，一路继续把那些妖怪铲除，把那些不好的东西要打掉，要保护唐僧他这个师傅到达唐朝去传教。但是孙悟空的这种行为使得天庭对他忍无可忍，因为很多有背景的那些妖怪都是天庭那些所谓的大臣他养的，
你像太上老君的，还有其他人的。那么欺负这些人，不给他面子，故而天庭就忍受不了，于是和如来就达成协议，就是说我们可以保证唐僧平安到达长安，不会让妖怪继续对付他，但是你如来必须要把孙悟空这个刺头给办了，不能影响到我。于是如来同意了，经过使了一些手段，使了一些阴谋，白龙掉入山河当中，孙悟空失败了，那失败的后果就要受到惩罚，于是就被压在如来佛的五指山下面。这个看《西游记》大家都知道。你想一想，孙悟空一直保护唐僧，但是当孙悟空被压在五指山下面的时候，唐僧却抛弃了孙悟空，一个人继续前行，来到了长安。当时呢，在长安他带回来了很多经书，又在那里传教，所以呢就被李世民封为玉帝，享受荣华富贵。跟我们刚才说的按照顺序来讲《西游记》中的功成名就。就这样呢，过了500年，孙悟空终于从五指山逃了出来。他这个时候就跟以前不一样，因为他要复仇，就把天庭搅了个天翻地覆。天庭呢，他们就想了主意，觉得要对付孙悟空还是得找他最熟悉的人，比方说他的同门师兄弟。于是他们就许诺让猪八戒变为人身，封天蓬元帅，沙和尚为卷帘大将，只要他们能够把孙悟空处理了，什么条件都好说。最后大家都知道，他们相当于是同门相残，孙悟空有点心灰意冷，相当于是看破了红尘，很多事情他看透了，就封印了自己的修为，把他的武器如意金箍棒丢掉了东海，变成了定海神针，自己呢回到了花果山，陪着他的那个猴子猴孙过完了平凡一生。最终大家都知道变成了一块石头。正常顺序讲，孙悟空是从石头里面蹦出来的，如果倒过来就是孙悟空最终变成了一块石头。大家想一想，《西游记》倒过来是不是这个道理？我之前一开始也没注意，后面是看到了一些相关的说法，才想一想，《西游记》倒过来确实就是这样的。看完这个倒过来《西游记》，是不是让你会不寒而栗？里面呢，感觉非常恐怖。我感觉也确实如此。不知道当时写《西游记》的作者他自己有没有反过来看这本书。现在去最上面的洞窟里面看一下，这边的洞窟特别多，随时随地都能看得到。现在要去最顶部，要通过这样一个狭长的通道，挺陡峭的。这两边可以明显的看得出来，这个就是当年开凿的痕迹，不容易。我估计在古代的话还没有这个木梯子，可能就是一些石头那些挖出来走上去的。左右这两边的铁链可能有一段时间，反正我走的话是非常不好走。你像有些人当年居住在这里，那背东西上去是很麻烦的。现在我们去这些石窟里面看一下，有什么不一样的，是不是起到什么作用？到底是居住的还是其他的方式？这里很大，那么以前悟空禅师小时候他住在这边，可能会经常来这里游玩。这还是非常大的一个大的空间。那这里拦着的到底是什么呢？因为它这个洞穴石窟是有3层的，上下可能连接的，就是相当于竖井。你看看旁边那里有很多窟窿，那么当时就是人踩着上下，比较危险的。不知道当时有没有安全措施。下面还很大。再看一下这些洞窟，非常长，这个都有6、7米了，不知道当时是干嘛用的。大家猜想一下，到底是崖居，还是说崖墓，还是说其他的东西？这里面的洞窟真的是四通八达，大家仔细看看，当时能够挖掘出来真的不简单了。那这里为什么是黑的呢？我们看一下旁边就知道了。这里有个灶台，
就证明当年有人在这里做饭。看这个痕迹，熏黑的程度不是一段时间，应该是很长。而且这个灶台属于那种泥土弄的，那估计是比较早有人在这里生活，现在是肯定没有了。往里面走，你看看，这边都是相通的。那么这个石窟在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凿了，大概是1500年到1800年左右。当时为什么开凿这样的石窟，大家有了解吧？在魏晋南北朝那个时候，大家都知道嘛，中原大地战乱频繁，特别是关中这个地方也经历了很多战乱，所以呢，当时老百姓可能是说，为了躲避一些，在这种石窟上面凿出洞穴。但是非常疑问的就是，这里属于关中，刚才我们也看到外面是一览无余的，很容易看到这个山上面有洞窟。那肯定，如果是土匪或者是那些军阀来，也能看到，这个是搞不清楚的。你像这边的石洞还更好玩，它这个宽度、进深都不大，一个人睡觉肯定是不太现实。所以说，到底是干嘛？这储存东西也不像。有知道的说一下，衙墓也不像，土匪居住的更不像了，因为这个地方一眼就能够看得到。